峥嵘岁月不比当今的和平年代，军人的泪要流得有志气。哀歌响起时一蹶不振是最愚昧的行为，原地抱头痛哭等同于把伤口大面积戳开。缅怀故人，人生在世，无需一味沉浸在往昔的苦乐哀愁，向前看，把心放宽一点，举起独酌的酒杯，把悔恨的想法一点不落吞进肚里。王者的战场，输赢自见分晓。老好人发善意拯救世道，死得壮烈，抱着血肉之躯艰难求生存。九连人的英雄主义适合每一位被困难压得寸步难行的落难者。只要有一颗不败的心，去哪儿都有办法死里逃生。人本身就是一个个体，在包罗万象的世道里违背誓言，触犯行业规范，自讨苦吃。现实牢笼里自说自话，容易受限于一个陌生环境，不沉湎于感情之事，不颠倒对错。所有付出血泪努力的成绩该有赞誉，要大力鼓舞。具备高素质、高修养、文化程度高的顾一野亲眼目睹老班长死在自己面前，拦下照顾老班长妻儿重任。军干家庭出身的他，摒弃了所谓的荣耀光环，为博家人一笑，愿花光所有精力，一曲从未离开过，一段激情燃烧的战火岁月，一部40年军队战友情谊回忆录。王牌部队的成功让喷子、键盘侠、无聊媒体人眼红。总之而言，按着个人宗旨、个人轨迹生活的当代男儿，值得被钦佩。顾一野是拥有正骨气质的代表者，肖战是典型的说一不二、有实践有舍得的行进者，身上对世事皆有学问，对人情皆能探测冷暖。古装小生里的常客，演啥像啥的正派工作者，诠释了以往对表演、对文艺文化的理解。谈到肖战，许多人的第一印象，这重庆小伙有勇有谋，有战略思维，能屈能伸，对于挫折感的领会也有不一样的意识。他身体力行，每一次跌倒都会奋力爬起，在滔滔江水翻滚的地方干出一番事业。